年轻人，我问你，哎如果说蝴蝶跟狼的话，你会想到什么疾病？哇，蝴蝶跟狼啊，该不会是红斑狼疮吧？哇，你10年保健节目没有白做啊！当然啦。哇，不过我告诉你啊，新加坡大概是有5000名患者，你懂不懂？是，一说到这个疾病哦，大家都觉得很神秘。是所以今天好好跟专家来聊一聊，什么是红斑狼疮？那患者面部呢会出现蝴蝶斑吗？而跟狼又有什么关系呢？要诊断红斑狼疮没有这么简单呢，为什么呢？中医疗法可以不可以预防并发？那食疗对患者又有什么好处？通通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哎，马哥，听说红斑狼疮的患者是以女性居多嘞。哦，真的啊？啊，为什么？哎呦，那你问我就不用请接下来的专家了吗？哎呀，你问我，我还以为你很厉害。厉害哦，也厉害不过他们。OK，马上有请专家和艺人朋友，欢迎陈建斌、洪慧芳，还有我们的关节炎与风湿病专科梁景康医生，欢迎欢迎，欢迎3位来到我们现场来，医生请坐，2位嘉宾请坐，来吧。OK， 想请问一下2位嘉宾，你们对红斑狼疮的了解有多少？来，斌哥。啊，据我了解，这种是女人病啊，跟男人无关的。如果是跟男人有关，就叫蓝斑红疮。哦，你不要胡说了，他自己的见解。对了，那还有什么要补充吗？这种就是脸上一个斑一个斑这样。哦，感觉像是一个皮肤疾病。对，皮肤病。是。来，慧芳姐。我有朋友中过，但是在我印象中，这个病好像是一个不治之症啊，是个绝症，所以听起来有点恐怖的一种病症。不治之症啊，我们问一下这个梁医生，他们的说法 OK 吗？是女性的病，有9位女性，才有1位男性，但是男性也有的。哦。但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它的治疗法有很大的改变，所以目前呢成功率很高，所以也不是真的很恐怖的病。是不治之症。以前是不治之症，对吧？以前对，40年前。那到底什么是红斑狼疮呢？红斑狼疮有几种，一种就是皮肤性狼疮，这个病症只是影响皮肤，没有什么危险性。但第2种呢，就是药物引起的红斑狼疮病，但是目前呢，这个也是很少见，因为我们知道哪些药物会这样做法，我们就不再用了。但是最主要呢，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任何的器官都能受影响，例如肾脏、大脑、神经线等等。对 ，OK， 那我们今天来仔细来聊一下这个比较危险的，就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对。所以到底是什么来的？就是一个叫做自体性的疾病。自体性疾病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是攻打外来的东西。对。但是呢，这种免疫系统不能分别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反正自己攻打自己。好像一个军人他乱了，不认得国家的人民。对，发疯了。所以是我们自己免疫系统出问题，不能分敌我这样啦。对。那是不是他攻打不同的这个器官，他的这个并发症就不一样了？说的对，所以诊断也是比较困难，因为很多不同的症状是。那会攻击什么器官？会有什么症状？一般上啊，一般上任何器官都能受影响，好像皮肤、关节、肾、大脑、神经线、肺，任何地方都能受影响。所以它就是跟全身为敌，就对。那比如说我们亚洲人的话，比较常见是攻击哪个部位？肾的红斑狼疮呢，在东方人来讲是60%有肾蛮多是攻击肾，白人就30%而已。有没有特别的原因呢？没有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跟他的基因控制免疫系统的基因一点不同了一点。是。那这个红斑狼疮算不算是一个比较新的疾病啊？也能这样说，因为从1982年，医生们才一起同意什么到底是红斑狼疮。那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病？以前应该也是有，但是因为红斑狼疮的症状跟其他的疾病差不多一样，说不定以前呢他们就诊断其他的疾病，就可能以前是肾脏问题就医肾，他们不懂说原来那个根是红斑狼疮，所以就误诊了。对。那我想请问一下，狼疮跟狼有什么关系啊？因为红斑狼疮的皮肤病有很多不同的，所以有一种皮肤狼疮呢，是使到病人有疤痕在脸上。所以古代的人以为这是好像被狼咬到这样的样子，就有这个名称狼疮。但是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红斑就是蝴蝶形的。蝴蝶斑，对。这种红斑对阳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们是在脸部有红斑，但是他的眼睛那部分没有。脸的两边脸的两边有蝴蝶形，所以 T 字形的这边就完全没有对，因为头发也盖住一只小雨伞这样。那你这样讲是不是说患者不能够晒到太阳？对。
可以出去，但是要用防晒膏，要高号码的 SPF 50以上。如果被太阳直接晒到的话，那会怎么样呢？那个情况会怎么样？是不是皮肤会糜烂呢？不一定会糜烂，有时只是红斑会恢复的。但是主要呢，就是如果皮肤发作呢，不定其他内脏也会受到影响。那除了这个蝴蝶斑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吗？有啊，有很多不同的症状，例如掉头发还有口疮，会有溃疡，口里面溃疡，嘴巴烂还有发炎性的关节炎，它的关节会膨胀起来。对，会有精神方面的一些影响吗？有啊，有时红斑狼疮会攻打脑部、大脑，哎呦，那么病人就好像一点不正常的 behavior 而且他有时会有那个seizures。癫痫癫痫，对，自己就癫痫。OK， 那在什么情况下会诱发？因为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可以诱发通常是感染病，任何的感染病都有。那是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会，什么都有可能。比如说什么 dengue 有可能吗？dengue 有可能，尿道发炎呢？什么伤风感冒都会。anything， 因为你只要你的免疫系统操劳过度，或者是抓狂的时候，它就开始它的系统就乱掉。那有没有可能是遗传性？遗传性不是很高。真正的遗传病呢，它会传给孩子的可能性，最少有25%，但是这种病只是有5%。所以是很低的，所以是很低的。那有哪些人是高危险群的？通常是女性，刚才所讲的女性9比1， 9比1嘞，哇！但还有年龄来讲呢，通常是20多岁到50岁就开始有。不过也没有特别原因，就是跟基因是有关的。对，因为为什么会女性比较多？是因为那个自体免疫的基因是靠近那个 X chromosome，X chromosome 是女性有2个这个chromosome，所以就是跟基因学有关，也是有关，就比较容易在女性上会找到这样的问题。OK， 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会有中医师加入讨论。好，我们稍后再见。欢迎钟丽丹中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大家好。那以中医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个红斑狼疮啊？从中医的角度，它主要是分2种原因。就第一种呢，我们是叫做先天，就是你自己的内因，就是自身的原因，就是一种肝肾阴虚的体质。比如说它的表现可能就是平时就是很容易口干、眼干、腰酸、乏力这种体质。是。还有呢，就是外因，如果这个病人他本身体质不好，再加上他有感染，或者再加上他压力特别大，或者他从事的工作是一种经常要日夜颠倒的熬夜的这种工作，它就会影响到他免疫系统的稳定性。OK， 那有没有什么病人的例子是令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她大概是40岁左右了，一个女性，没有任何红斑、关节痛这些都没有，她是出现了一个突然间发烧了，然后突然间头痛了，对，然后呢不认识家里面人了，对，意识也不太清楚了，就是可能讲话非常错乱，是，然后还好呢，就是家里面人马上把他送到了急诊，结果呢抽脑脊液或者是脊髓呢，就知道他是个红斑狼疮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叫做狼疮脑啦，所以他那个时间速度蛮快，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家里面的人的描述可能就是2-3个小时吧，2-3个小时，对，就是从高烧到头痛到意识错乱。可以在西医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吗？有啊，因为大脑会受影响。OK， 通常的症状呢，有时候是病人的行为一点很大的改变。是，但是如果一直不好好的治疗的，有危险性的，病人就变成昏迷会不会中风还是变植物人？有可能，如果一直不治疗，就越来越严重。哇，那这种你会不会容易被诊断是成为什么精神疾病啊？因为会突然间忘记其他的疾病对啊，有时候会一段时间才能诊断，那就浪费时间所以这样就延迟了。是哈，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了这个红斑狼疮的患者来到我们的现场。好，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的卓金莲，好不好？好，欢迎卓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是的，那我们通过卓女士呢，她的这个经验呢，大家可以更了解红斑。卓女士有请啊，来，请坐，不用客气。OK，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到有这个症状？1990年，OK，发病的时候，是2个手肿，痛，很痛啊，是突然间的吗？还是你有做什么？突然间的，我就去楼下的 clinic，看
他跟我打针啊，打了第2个礼拜又回来，我我打了有打完了好又 OK 了，又回来，又回来第2次。 OK，医生讲不可以的，你要赶快去医院看。看医生。去医院了。去到丹东县，我是看罗德亮。哦，当时就是找 Dr. Liang 医生啦。OK，他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起初是这个发炎性的关节炎，关节肿起来，说起初是轻微的，但是到一个阶段呢，肾也开始受影响。也是有影响到肾是吗？罗德亮诊断我是肾的问题，已经很不好了。是。人他叫我去打一种针下去，罗德亮讲要12次，对。可是我打了7、8次，报告出来验尿跟血出来，他讲有好一点。现在不用去打那种针 ，OK，吃药就可以了，就控制住。所以当时是什么情况？要打针？要说当时他在复发的时候，他的红斑狼疮攻打他的肾脏，所以排很多蛋白出来。对。所以蛋白排出来呢，他的血的蛋白会缺乏呢，所以脚会肿起来。是脚肿。所以当时打针就是让他确保不要继续排太多蛋白质。对，给他里面的那个发炎的症状去消灭它。去消灭它。那如果当时不及早治疗，有没有可能会变成需要洗肾？有啊，因为当时我们也有做那个 biopsy， 又抽一点药子出来，它是最严重的红斑狼疮的，第4等的，没有好好的治疗呢，有时会变成他的肾功能退步，对，要去洗肾有些需要洗肾。那真的还好有碰到梁医生，真的。当初知道自己有这个情况，有没有心理上很难过啊？有没有压力还是？会一点。刚刚时候罗德亮验出来说我有红斑狼疮，我也觉得我不懂什么病呢。我跟罗德亮不知道，我问罗德亮讲，会死吗？连罗德亮讲不会死，每次要验血验尿这样要控制。对，那你自己有没有去了解你的家族史啊？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没有都没有。那你小时候呢，有没有类似跟免疫系统有关的疾病？对，小时候我有 ITP， 血小板过低。那会什么情况？那个是那个也是自体免疫疾病，但是它只是攻打血小板，所以如果血小板缺乏呢，病人会比较容易出血。是OK。那也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这个问题，他长大了之后，得这个红斑狼疮的机会比较高？也是说的对，因为他已经有这类的病症。OK，那你现在都 OK 了？我现在还好很多。好很多。那你平时是怎么照顾自己的？还需要定期服药吗？对，有定期服药咯。吃东西，我海鲜很少吃。你本身就知道对海鲜敏感还是？没有敏感，就是少吃，很少吃。因为海鲜有些不干净，有病毒。对。那还有吗？有没有运动啊，还是什么？有啊，走这样。以他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中医是不是有帮助？目前他的情况其实也非常的稳定了，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也需要去看中医，因为中医配合西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撤减激素的过程中，或者呢是预防它再一次复发的情况。OK， 所以如果说要预防的话，其实中医也是个选择了。对，好，今天非常谢谢周女士跟我们一起分享，让我们更了解更多红斑狼疮。谢谢你，谢谢。OK， 其实说到这个红斑狼疮刚才其实有聊到，病症真的太多种，是，然后很容易误诊。那你们在临床上是怎么样做一个诊断？其实诊断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有一个名称叫做千面百病，因为症状每个人都很多，而且这些症状有时候跟其他的疾病也是同样的，所以诊断比较复杂，是，诊断红斑狼疮要有11个条件当中要有符合4项了，才算。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标准对，来要有这个颧骨的皮疹蝴蝶斑还是盘状皮疹，或者是光质敏性、口疮溃疡、关节炎、浆膜炎、肾病损，还有神经系统病变以及血液病变、免疫功能异常，还有最后是抗核抗体。所以这11种要至少4种以上才能够算是确诊。对了 ，OK， 这么多，我想问一下，第2那个盘状皮疹是什么来的？是一个比较特別的紅斑，是圓圓的，很明顯。在手上，在臉或者手就是圓圓，不是蝴蝶狀，就是圓圓。discoid rash 會癢嗎？不會，通常免疫系統的紅斑不癢的，不癢。OK， 那還有一個蠻特別，叫什麼漿膜炎？漿膜炎。漿膜炎是好像肺部跟心部或者腹部有一這塊膜。那个膜发炎 ，OK， 抗核抗体又是什么？那个是一个验血的检验，看得出呢，
这个免疫系统攻打你的自己的细胞。那如果说你被确诊了，但是你却没有好好的治疗，最严重会带来什么后果？例如，如果器官受影响，你没有好好控制呢，器官会受到损坏。OK 而且也跟生命也有危险。有时候很严重的时候，病人有可能从肺出血。是。那这个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它的治疗方法有哪一些啊？如果是轻微的红斑狼疮，可以用 anti-malaria。我知道那种抗瘧药，可是 malaria 不是因为蚊子咬的吗？对对。那为什么要用那种呢？石斛枸杞茶有养阴补肝肾的功效，所以就很适合于适合红斑狼疮的病人。了解，是。那这个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它的治疗方法有哪一些啊？因为它是免疫系统的功能过多，所以主要用药物来压制那个免疫系统。所以如果发作的时候呢，通常要用到类固醇。但是我们也认识类固醇的副作用，很多副作用。所以没有单单用类固醇。是。我们要用其他的药一起配合，搭配这样来控制那个病症。那么类固醇就能减到很轻的分量，就没有什么副作用。那你有提到用药是用什么药呢？好像如果有红斑，可以用些药膏；如果关节发肿，可以用那些非类固醇的止痛消炎药。但是主要是要控制病症。OK。如果是轻微的红斑狼疮，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药，叫做 anti-malaria。我知道那种抗瘧药，可是 malaria 不是因为蚊子咬的吗？对。那为什么用那种呢？因为很多药物都有很多不同的作用。所以这类的药物呢，能调整免疫系统。对，那个蛮有效的。对，尤其是轻微的。轻微的啦。那轻微的这个红斑狼疮的话，那个痊愈的机会高吗？能不能完全断根的？如果真的只是很轻的症状，有些病人服药一段时间，不定5年、10年，有些病人真的能停药。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病人呢，通常他们有可能要终身吃药，不要给他复发。那怎么样才算轻微啊？轻微通常是如果你内脏没有受影响，器官没有被影响，器官没有受影响，只是面部啦，只有面部，皮肤只有面部。OK， 好。那么今天呢，中医我相信你有带一些食疗来，对不对？对。那我们就一面品尝你的食疗，然后再讲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好不好？好，来吧。那医师今天要带来的这个食疗叫做石斛枸杞茶。那食材有哪些？主要的食材就是石斛，主要的功效呢就是养阴的功效。是。那特别适合于那种口干啊、眼干的一个病人。OK。那么枸杞的话呢，它主要是补肝肾。那么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如果是月经不调啊、头晕乏力啊，就特别适合。OK。所以把石斛和枸杞放在一起呢，就有养阴补肝肾的功效。所以就适合于红斑狼疮的病人。了解。是。那要怎么样的泡法？对，非常简单，石斛15克，枸杞15克。OK。放大概600毫升的水，然后滚水冲下去，泡大概30分钟，我们就可以饮用了，就可以喝了。对，味道还不错，蛮清甜的啦。我喜欢这种口味。对，干干的，对，干干的，它的味道很清爽，就是真的是可以拿来当水喝。对，它可以当水喝。就我们经常也跟病人说，你就不用喝白开水，你就可以喝这个石斛或者枸杞加在一起。那有没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喝的？对，比如说很怕冷的病人。他是一个阳虚的病人，那我们这个是阴虚的病人喝的，那所以你很怕冷的病人就不太适合喝这个。那喝了会怎么样？喝了你就会更冷啊！这不喝了就也怕冷呢。所以最好还是要给中医师把脉。对，体质要合适，体质要合适。是，了解了。好，那说到治疗，这个中医除了这个食疗之外，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有的。其实我们中医的主要的治疗方法还是中药加上针灸。是。那么中药其实也是分不同的阶段的。OK。比如说刚才说急性期的时候啊，高热啊，关节酸痛啊，那这个时候一定是西医为主的。那我们中医呢，主要是配合它，能够清热解毒，把那些症状呢更快的控制下来。OK。后面呢，如果开始撤减激素了，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中医的方法，包括中药的方法，能够让它比较顺利的撤减激素，又能够呢缓解它过程中那些比如说失眠啊、多梦啊等等的症状。那稳定期呢，就可能已经是维持了，它症状也比较稳定了。那我们中药呢，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把肝肾这个平衡能够把它调和好，以防止它进一步的复发。但其实我也是非常推荐针灸治疗的因为针灸治疗的话呢，比较能够跟那个西药不产生副作用，是没有相冲。除了去找中医师做针灸，我们也可以做穴位的按摩。有哪一些穴位是适合患者自己去刺激按压？是。
一般来说呢，在四肢的穴位呢，就比较适合我们患者自己在家里呢做一些穴位的按摩。哎，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来演示一下好不好？好来，好的，麻烦这个中医师了哈。好的 OK， 所以这个是能够帮助什么呢主要呢是为了调节我们的免疫。 ？OK， 好，那在哪里呢？ OK， 我们首先呢 OK 就要找到我们的膝盖。这是什么穴位？足三里 OK 这个膝盖的外侧缘呢，你会是看到有一个外侧膝眼。然后呢，一般来说是用你自己的手指啊，四个手指位置放在这里。对。然后呢，你又找到自己的筋骨，对就这里。然后差不多一个手指的位置呢，就是足三里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差不多。好，所以然后就可以按压。对，用你的大拇指按下去。有点酸胀。酸胀的感觉就是对了。按多久呢？一般来说1到2分钟每一1到2次分钟，但是你一天可以按3到4次啦。啊，对对 OK，对好，那下一个部位是什么？下一个呢就是阴陵泉。是那阴陵泉呢，有没有找到我们的内膝眼？内膝啊，就这边。那么也是这个筋骨的差不多1横指的位置，你按下去就是一个凹陷的位置。哦，就在这里。对， OK， 很明显的。所以有这个酸感，就代表说这三面基本上就找对了。好的。那最后想请问一下医生啊，还有什么东西是要传达的吗？要预防红斑狼疮发作呢，主要是要预防感染病。所以病人来讲呢，这些疫苗是很重要的。疫苗来预防伤风感冒、肺炎是，或者那个 shingles 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是。对 OK。但最后的呢，就是说真的不是绝症来的。像例如30年前、40年前，红斑狼疮病人不能怀孕，因为他怕他病症复发。是。而且很多时候他的生活受很大的影响。对。但是目前完全不同。如果病人好好的服药，是跟医生配合，他们能怀孕、能工作，他的生活很正常的。是。然后最重要是要积极的治疗，还有正面的去面对它。好，在这里我们要谢谢我们的梁医生，还有钟医师，谢谢，还有慧芳姐，还有斌哥，是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拜拜。